来关注乌克兰危机最新进展。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代表团周二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结束新一轮面对面谈判，这是双方开始谈判以来首次在白俄罗斯以外的国家进行面对面谈判。后续谈判将以视频形式继续进行。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谈判很有建设性，俄方收到了乌克兰的书面提议，确认其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意愿。相关信息将向普京总统报告，然后给出答复。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俄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于当地时间周二上午10时30分在土耳其总统府伊斯坦布尔办公区举行。此轮谈判以闭门方式进行，不对媒体开放。在俄乌代表团谈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双方代表团举行简短会议并发表讲话。埃尔多安表示，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是他宝贵的朋友。埃尔多安还告诉俄乌代表团，双方都有合理的担忧，但目前已到了谈判需要产生具体结果的时刻。Bir an önce ateşkesin ve barışın sağlanması herkesin faydasına olacaktır. Artık görüşmelerden somut sonuçların alınması gereken bir döneme girdiğimizi düşünüyoruz.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从现场获悉，俄乌双方代表团团长首先进行1对1会谈，之后再举行代表团之间的会议。梅金斯基在会谈结束后表示，俄总统普京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可以与两国外交部草签和平条约同时进行。梅金斯基还表示，俄罗斯在今天的谈判中得知了乌克兰方面的清晰立场，包括将列入条约中的条款。俄方对此将尽快进行认真研究，并向普京总统汇报，然后给出答复。俄方代表团成员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敏在谈判后表示，考虑到增强互信并为下一步谈判以及签订条约创造必要条件，俄罗斯国防部决定大幅减少在乌克兰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活动，为下一步谈判创造条件。土耳其会成为安全保障国之一，安全保障国需提供军事支持，在此情况下，乌克兰可以成为一个中立国。波多利亚克表示，谈判将会继续，乌方计划邀请所有安全保障国召开多方会谈，希望在2周内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俄乌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土耳其是俄乌黑海邻国，与两国关系密切。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多次表示愿做俄乌冲突中立调解人。本月10号，在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场的情况下，俄乌外长在参加土耳其安塔利亚外交论坛间隙举行了会面。这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两国最高层级的接触。乌外长库列巴周一表示，乌克兰在土耳其与俄罗斯新一轮面对面谈判的最大目标是达成停火。他还说，总统泽连斯基已经为谈判设定了明确的红线，即不拿人员、土地或主权做交易。应该来讲，这个谈判这些条件都达成了，两个元首出来应该就是要签订这个条约的，来结束这个俄乌冲突的。但现在看不到这样一个眉目而不光是说希望，为什么？就是因为乌克兰背后它是美国、北约他希望打这场战争，甚至这个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诱捕俄罗斯，制造欧洲和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对抗，甚至在弱化中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它有很大的一些战略上的目的，没有实现的话，它不可能停止。据央视新闻报道，就在俄乌第5轮会谈进行之际，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二在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将会持续到达成预定目标。绍伊古称，整体而言，特别军事行动第1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目标上，即解放顿巴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绍伊古在讲话中介绍，乌克兰军队遭受重大损失，空军和防空系统几乎被摧毁，海军已经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再次就核武问题表态。他周一在接受美国 PBS 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有第三方势力干涉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核武器时，佩斯科夫强调，俄方有一切手段惩罚侵略者，但不会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因为乌克兰特别行动而使用核武器。他还强调，俄罗斯有一个国家安全观，只有当俄罗斯受到威胁时才能使用核武器。但国家安全问题和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毫无共同之处。这番言论似乎是对1周前他有关核武问题表态的补充说明。当时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不完全排除使用核武的可能，不过是在国家面临生存威胁时。的确，俄乌冲突它不光是一个军事上的严重的对抗它也是心理的、外交的、舆论的宣传的、信息的、经济的，对吧？现在制裁，这个超限战、全方位的博弈。
美西方呢都不断的创衰俄罗斯，觉得这个制裁了1个月了，俄罗斯经济撑不住，俄罗斯呢为了挽回经济的面子呢，必须要用什么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这个话很清楚，俄罗斯就绝对有军事实力，不需要靠什么核武器来作为最后一招，就是给国际社会一种信心。俄乌冲突之下，美国拉着欧洲盟友大举制裁俄罗斯。对此，俄罗斯选择了对欧洲至关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出台反制措施，俄欧斗气的序幕正式拉开。然而，欧盟想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却并非易事。为何欧盟内部的意见迟迟没能达成一致？倘若俄罗斯真的对欧断气，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来看看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一发布的视频讲话中提到，西方去年延迟实施制裁明显失算，以致俄罗斯展开所谓入侵行动。他还呼吁西方国家尽快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以阻止莫斯科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Хіба все, що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ові роблять до цього і зробили вже, не заслуговує на нафтове ембарго? Для нас важливо, щоб санкційні пакети були дієвими і достатньо серйозними, зважаючи на те, що вже робиться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和欧盟等多个国家和组织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外界注意到，迄今为止，仅美国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和其他能源实施禁运。本月早些时候，欧盟表示将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不过，尤其向较为依赖俄能源的德国，对实施禁运犹豫不决。上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的天然气，俄方将只接受以卢布付款，并给定俄罗斯央行1周时间开发新的付款机制。这份名单上包括了英国以及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等，其中不乏俄气的主要买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表示，外国公司应当明白，可以用美元和欧元来兑换成卢布并购买天然气。事实上，这并没有什么不同。俄罗斯正在制定一个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简单、清晰、透明和可行的计划。周一，七国集团拒绝了俄方提出的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要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七国集团能源部长一致认为，这明显违反了现有协议，卢布支付不可接受。而且，我们呼吁有关公司不要满足普京的要求。俄联邦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对此回应称，这肯定会导致天然气停止供应。西方国家他们不愿意用卢布，因为他们用卢布的话，他们还要经过很多的程序。反过来，俄罗斯他是觉得说你非用卢布不可，所以说这个两方呢，这个西方跟俄罗斯呢，他们又在这个问题上面触礁了。我觉得俄罗斯那边如果说真的是狠心下手的话，那对欧洲来讲，那这个真的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动乱。尽管欧盟方面多次表示将减少对俄能源依赖，但这并非易事。据欧盟委员会周一的消息称，欧盟国家1半以上的能源产品依赖进口，其中俄罗斯提供了41%的天然气、46%的煤炭和27%的石油。对俄能源依赖至少还将持续5年，直到2027年。而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德国，也是欧盟内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今日，俄罗斯曾援引数据称，目前德国1/3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1半以上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接受电视采访时重申，德国不会立即对俄罗斯实施全面能源禁运的立场。他认为这样做将引发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集团 CEO 也曾表示，他的企业无法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因为找不到替代来源。他还警告，如果没有俄罗斯天然气，欧洲的部分经济将会停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一表示，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破坏了欧盟成员国自身的经济，让普通欧洲人面临高昂的电价和燃料价格，导致社会福利让位于军费、通胀激增和大规模失业的问题。扎哈罗娃还指出，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只会有利于美国，让美国从欧盟资本外流、对欧增加武器供应和高价液化天然气供应中牟利。据路透社周一报道，美国原油交易员透露，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原油出口量明显攀升。原本运往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库欣仓储中心的国内原油，现在正经由墨西哥湾沿岸出口。库欣仓储中心的原油库存已接近今年3月初创下的4年低点。
上周五，美欧还签署一项有关保证能源安全的协议，声称这将最终帮助欧盟摆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然而，现实却是，根据美国总统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达成的协议，今年内美国将向欧洲额外提供1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加上欧盟原先计划从美国进口的220亿立方米，总数为370亿立方米，这还不到欧洲每年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1/5。哪怕到2030年，美国将对欧洲供应的天然气提高到每年500亿立方米，也不到俄罗斯现供应量的1/3。美国《纽约时报》发长文泼冷水，称这个协议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意义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不得不往回找补称，欧盟现在并不寻求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而是致力于使来源更加多样化以及发展绿色能源。因为这个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程度之不同，所以说呢，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反应也就不一样。这个反应当然就包括制裁的强度。那所以说这个就造成了整个欧洲联盟里面，甚至当然英国现在不在欧盟里面了，可是呢，在整个西欧国家里头，他们有非常高度的这种意见的分歧。这些国家呢，现在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苦恼。说到底应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呢，来跟俄罗斯来进行谈判，因为最好的方式还是要用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日益蔓延外溢，欧洲战略界出现了一些理性思考的声音，包括提出制裁不是结束战争、构建欧洲安全秩序的出路，要想战争以和平、以和解方式结束，诉诸外交手段才是正道。周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中方始终主张对话谈判才是化解危机最现实可行的方式，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才可能实现欧洲和世界的长治久安。不断扩大战争、无限升级制裁，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让世界付出更大代价。当前形势下，各方应积极鼓励支持俄乌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要摒弃非黑即白的情绪化做法，理性审视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要避免鱼死网破的极端化做法，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创造有利条件。要防止点火浇油的渔利式做法，让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战胜个别国家的私利。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重建和平而努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俄乌双方代表正在土耳其进行谈判，那您觉得会有什么结果？梅西你好，这个冷脸相对、互不握手，这是俄乌谈判代表呢在土耳其见面时的情景。可想而知，对这次谈判呢，最好别抱太大的希望。这一次谈判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拉清单。双方对停战提出彼此的要求，比如说呢，俄罗斯可能会提出乌克兰中立、不加入北约、非军事化、遵循新明斯克协议等等，而乌克兰呢会提出确保领土完整、顿巴斯地区不能分割、有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自由等等。把双方的诉求列出来，再看今后如何删减，这就很不错了。至于说定一个停战时间表，今后举行几轮谈判，哪些是参与方，这都是外界的想象，可能呢都列不到谈判议程之中。那么唯一可以期待的是，双方可能就重开人道主义走廊和人道物资供应达成一些共识，以便呢救助乌克兰平民。没有俄乌总统出席的谈判都不会有实质性进展的。现在呢，普京和泽连斯基还没有安排见面，所以呢，俄乌战事将会继续，谈判也会继续。等双方呢都不想打的时候，停战和谈呢才具有价值。美俄双方仍在叫板，拜登说他不后悔要普京下台，而俄方说西方对俄态度是强盗行为。那您觉得美俄今后如何对峙呢？对俄乌冲突进程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美国呢显然没有停止拱火的意思，还不顾这个乌克兰人的死亡呢，拼命的摇旗呐喊，要冲突继续。美国呢不仅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和钱财，而且拜登呢提出的政权更迭目标呢，同样也是激励俄军战斗到底，是让战事升级。华盛顿的政客们呢，赶紧替总统
灭火，可拜登说不后悔，这无疑呢是火上浇油。俄乌危机呢，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乌克兰军队替美国打仗。现在呢，美国想打下去，那么俄乌停战谈判呢也就没有实质意义。从俄罗斯的方面看呢，其军事行动的目标尚未完成，正进入第2阶段行动，也没有停战的打算。这乌克兰就更是了，还在不断的要挟美西方军援，俨然呢要继续打下去。各方都想打，自然呢会推动冲突走向更加严峻、血腥的进程。我个人估计呢，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1个月，甚至更久。俄军完全控制东巴斯地区，打通亚速海这个沿海走廊，与克里米亚半岛呢连成一片，也许呢才有意讨论这个停战和谈。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周一在非北部的吕宋岛拉开帷幕，美菲约9000名士兵参加为期12天的演习。军演刚开始，美方就通过媒体放话，大肆渲染此次军演为30年来最大规模。外界注意到，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观察指出，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不过，这样的战略重心似乎并不被周边国家认同。2022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重点聚焦在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演习持续12天，将于4月8号结束。双方共派出8900名军人参加，其中菲军3800人，美军5100人。美国海军阿什兰号船坞登陆舰和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将参加演习，包括实施登陆演习。此外，有多架 F-16战机从日本三泽空军基地飞抵演习地点参演。始于1991年的肩并肩军演是美菲之间重要的年度联合军演。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度演习被迫取消，去年的规模则大大缩减，仅225名美军和736名非军人员参加。菲律宾总参谋长森蒂诺在周一的开幕仪式上说，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历来最大，反映了非美两国的联盟进一步深化。不过，有观察指出，此次演习的规模、参演军力、演习科目并没有特别之处。2015年第31次美菲军演参演兵力曾达到战役级的1.2万人，这次演习顶多算6年来参演人数最多的一次。不管怎么样，它接近一万人，尤其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战事比较紧的情况下，举行这么大的这个亚太地区举行这么大的军事演习，确实我觉得引起了各方的一个猜测。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美方还是菲律宾军方都表示是美菲军事同盟合作的一个这个加强的一个标志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像菲律宾国内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实际上俄乌战争以来，菲律宾很多这个人士都在称，实际上菲律宾不应该像乌克兰那样学习，或者是被绑架在这种大国博弈的这种战车上。由于此次演习的地点包括菲律宾吕宋岛，与中国台湾岛距离较近，在美媒的报道中就刻意将美菲联合军演和台海局势挂钩。对此，菲律宾方面率先进行澄清。菲军方发言人扎加拉表示，大部分军事演习都是1年前就计划好的，并未考虑到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此外，美菲军演的两栖登陆演习计划本周在菲律宾卡加延省沿海城市克拉维里亚举行，包括实弹射击。而卡加延省省长表示，反对美菲联合军演中进行任何实弹演习，认为这不利于地区局势稳定。在俄乌战争之后呢，我觉得把台湾地区比作是乌克兰，或者是渲染中国未来可能会马上在台湾地区动手，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官学美，我觉得在混合作战或者是相互呼应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特别要提到东南亚国家，不仅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在整个这个俄乌战争中，他说要宣称的是一种中立的立场。那么不仅是对俄乌战事，实际上对台湾问题也是这样。那么实际上整个除了菲律宾以外，实际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是持这样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美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近日也进入南海，并低调访问了菲律宾。美国海军航母第3打击群司令杰弗里·安德森少将表示，此次访问是美菲两国密切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同时，美国海军的全球威慑能力旨在加强国家间的伙伴关系，确保航行和进出自由，并为相关目标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
实际上，这是林肯号航母今年以来第2次进入南海。今年1月初，林肯号离开美国加州圣迭戈基地，赴印太地区进行部署。1月下旬进入南海，当时该舰与卡尔文森号航母一同在南海进行所谓联合行动，期间还发生了卡尔文森搭载的 F-35C 着舰失败落入海中一事。卡尔文森随即离开南海。2月上旬，林肯也从南海驶离，进入菲律宾海。就在此次美菲军演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还携美媒记者乘坐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上空作秀，妄加指责中国将南海岛礁军事化。外界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同期。今年1、2月，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频频进出南海，并在南海及周边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演习。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周日发布的美军在南海活动不完全报告引用数据指出，相较于2020年，美军2021年在南海的大部分军事行动明显增强。报告称，这大大推高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指出，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观察指出，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利用乌克兰悲剧动员东盟加入其反华的印太战略，但一些东盟成员国认为，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就指出，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因未能考虑到该地区的动态和复杂性而打了折扣。自奥巴马政府把重心转向亚洲以来，美国日益扩大关于亚太地区的地理概念，把印度洋地区纳入其中。然而，这种把亚太地区扩大为印太地区的做法，因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政策而受到削弱。该地区多元和转型的现实与美国政府维持霸权的政策相冲突。虽然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甚至他认为整个印太地区未来甚至比在这个俄乌地区来说，它对它的战略重要性会更大一些。所以可以看出，美国不断的长期的加大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我觉得它这种政策具有长期性。我觉得未来上对我们本地区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而很多东盟国家都多次表态，不希望在中美之间做选择题。香港南华早报周一引述印尼外长雷特诺的话说，东盟成员国不希望在中美竞争中被迫选边站队。美国需要为印太地区制定更强有力的经济议程，而不是只关注安全问题。周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包括菲律宾外长洛钦在内的4个东盟国家外长将于3月31号至4月3号分别对中国进行访问。汪文斌指出，4国外长来访再次体现了中方同东盟邻国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以及各方对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的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一直以灵活的方式同东盟各国保持经常往来和沟通，持续深化抗疫和复苏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分析指出，中国按照计划与东盟成员国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也说明2点：首先是中国看到了美国的不良用心；其次是中国对自己的周边邻居越来越自信和放心。这种自信不是来自于中国近年来影响力的自然上升，而是因为周边国家越来越认清了美国的霸凌行为是有悖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越来越不愿上美国所谓新印太战略的贼船。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可以预见，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丛林法则和新冷战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再度抬头。美国与其在亚太军事盟友将加速推进亚洲版北约的建立，但其他地区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4国安全对话机制 AUKUS 等美国主导的地区机制态度较为多元化，也更为审慎。在亚太地区构建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仍是许多国家的主流愿望。张杰表示，中国应继续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增进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合作，在国防、外交政策方面与周边国家保持及时透明的交流沟通，让周边国家更加理解中国行动和中国立场，更加愿意为地区和平发展加强合作，共同努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美菲举行近年最大规模军演，其中9万吨级远征基地舰也上阵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条叫米盖尔基斯的军舰是去年10月8号在日本佐世保加入了美海军第7舰队的序列。
当时的声明是说他为了维护印太的自由与开放，所以到远东来的。但该舰的所作所为就是美国搞霸权对抗的工具。首先，基斯舰的本质是冷战后美国因裁撤海外前沿基地，转而用海上机动部署船舶来实现前沿存在的产物。其概念早在20年前的美国21世纪海上力量报告里就确认了。但和传统基地是军人加军属加装备的武装城市不同，基斯舰主要充当海上物资平台，同时呢，在顶层增设飞行甲板，支持直升机、旋翼机的起降，更好地支持陆战分队执行特战、扫雷、人道救援等等任务。它的最大优点是航空支援，除了搭载重直升机外，还能支持海军和陆战队所有型号的直升机甚至旋翼机起降。如果碰到亚太海域的局部冲突，比方说夺岛、特战攻击等等，基地舰可游弋在距目标200公里外，而美特战小队呢，坐直升机从上面出发，不到1小时即可抵达目标。更重要的是，基地舰本身有庞大的燃料和弹药储备，能为直升机群补充燃料和弹药，发挥中转站和补给点的作用。我个人的看法，基地舰出没南海，特别是本次演习主角都是由美菲陆战队担纲，这反映了美国正在本地区积极地实践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内涵是用陆战分队从基地舰出发，登陆目标岛屿，用强大火力打击大国对手的舰艇编队、飞机以及陆上导弹发射台等等，瓦解或至少是削弱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其中涉及机降突击夺岛、空运重武器并展开、射击、撤退等4大环节。这中间呢，由于受具体海洋环境的影响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基斯舰从去年刚到日本就频繁投入日本本土、冲绳等地的演训，如今又急吼吼地开到南海的原因，就是为了验证远征前进基地概念可行性和基地舰本身的适应性，摸索出相应的作战流程。这场演习前，美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又带着美国记者搞所谓南海巡航，再打所谓南海军事牌。您对此如何看？我想从阿奎利诺本人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此人今年刚好60岁，过去30年，他曾亲手向波黑、伊拉克、阿富汗投了200多枚航弹或者导弹。他的语录是：敌人抵抗越猛烈，我们的战斗越精彩。不仅如此，阿奎利诺还是美海军王牌的投枪学校的假想敌教官，经常开飞机扮演诸如苏联、朝鲜甚至中国空军，对抗的意识早已深植他的血液。请注意，作为美印太武装力量的负责人，阿奎利诺对华放狠话已成常态，尤其在南海问题上更是变本加厉。像19年他在泰国说中国南海的正常建设是霸凌，20年呢要中国停止恫吓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开发。去年3月，在美参院的听证会上，他又恶毒地说要阻止中国大陆所谓接管台湾。实际上，阿奎利诺的印太司令任内最大的任务，甚至最大的利好，就是把南海军事化。过去2个财年的美国防授权法案都明确列入了阿奎利诺念兹在兹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阿奎利诺本人呢，也多次承诺不折不扣地推行该倡议，其要点都与整个太平洋区域的军事化有关。比如说，1岛链内的要构筑精确打击火力网，2岛链要以关岛为核心部署反导系统，3岛链呢要在夏威夷帕劳部署天基雷达。这还不算在南海部署基地舰，推进前沿兵力部署，强化日非盟友伙伴关系等等。请问，这些明火执仗的军事化行为，难道都是因为我们在南海正常活动所引起的吗？难道中国有兴趣与美国在泛太平洋范围内搞军备竞赛和集团对抗吗？我不妨用中世纪的欧洲军事大师马基雅夫利的话奉劝阿奎利诺之流：无论你的军队多强大，进入到一个新地区，你需要当地人的善意。而今天亚太各国人民的善意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因为它意味着和平、
发展与相互尊重。主持人。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来关注东航客机事故的最新消息。目前，东航 MU5735两部黑匣子已找到，接下来现场搜寻的工作会有哪些变化？黑匣子一码需要多久？事故原因调查面临哪些挑战？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技术调查组主要专家、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介绍，很难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一码工作。他还表示，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还面临3大挑战。目前2部黑匣子已经送到了专业实验室，正在开展相应的一码工作。321东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技术调查组主要专家、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勇介绍，正常来说，黑匣子一码工作只需插上电源，接入专用的一码设备，即可下载数据进行解压并读取。如果黑匣子完好，过程大概需要3-4个小时。但是此次事故中的2部黑匣子的破损都比较严重，为后续工作带来不确定性。我们拿回到实验室之后的话，需要对它进行详细的检查，而且需要做一些清洁工作，包括烘干啊，甚至需要做一些破拆。然后的话，用我们的专用的这个程序，在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做这个在做检查工作。如果说芯片有问题的话，可能后续的话还要再做这种芯片的修复工作。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还很难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一码工作。而对于黑匣子已找到，为何搜寻工作仍在进行？李勇表示，飞机残骸对事故的调查同样重要。搜寻到更多的飞机残骸并了解其分布，有助于了解飞机落地时的姿态、撞击的角度等。残骸之中还可能隐藏一些重要的证据，如操纵面位置、发动机功率等信息，将来可以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的数据进行比对。此外，对相关视频的搜集分析和对目击证人的访谈，也有助于确定飞机撞地前的姿态和角度等信息。李勇表示，通常来说，国际上一起典型的运输航空事故调查往往需要长达2年以上。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本次事故的调查工作还面临3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在于，飞机从这个高度，从这个巡航高度突然下降之后的话，它没有任何的征兆。我们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也没有收到任何机组反馈的遇险信息或者反映的不正常信息，所以没有给我们留下有用的一些信息。那第二的话，我们看现场的话，它的这个撞击也是非常猛烈的，残骸应该说非常的琐碎，分布也比较广，这给我们后期通过残骸来取证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现场的话，条件、地理环境都比较恶劣，因为它是处于一个山谷区，再加上撞击，加上这个长期的这个雨泡的话，导致这个土地的话非常的泥泞，我们的调查员开展工作的话也带来很多困难。李勇表示，针对这些困难，这次调查应该会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无论如何，他和同事们将会竭尽全力，尽快查明事实的原因，给国家、给社会、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根据民用航空器事故和事故侦后调查程序，最终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包括调查中查明的事实信息、事故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事故结论、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具有针对性、及时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的安全建议，也是调查报告不可或缺的部分。以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2020年6月发布的川航514事件调查报告为例，这份最终报告正文部分长达131页，并包含数百页附录、14份实验报告，全面而详尽地披露了事实情况、分析、结论、安全建议、已采取的安全措施等内容，被多位民航领域专家评价为极为扎实细致的调查。从严从实从细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各项工作，尽快查明原因，既是为了全面准确还原事件真相，明晰各方责任，也是为了总结教训，排除隐患，告慰逝者。3月6号正式开工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1期，经过24天的紧张建设，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据新华社报道，29号下午5时30分，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现场，电压指示表的表针稳稳指向11千伏，红色的核闸指示灯亮起，这标志着项目1期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我这里是位于项目建设场地南侧的电力计量柜，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柜体绝缘电阻测试、柜体耐压测试等一系列最后的检测工作。待检测数据正式验收通过之后呢，香港方面的运营电源就要正式接入 A1、B1 两条重要的高压电缆，为应急医院1期的供电提供有力的保障。按计划，经过1周的联调联试，包含500张负压病房床位的项目1期将于4月6号前后交付。中央原港应急医院项目供电环网的运行电源从香港中华电力接入，完成应急医院高低压供电系统电力接驳。在香港疫情高发、抗疫形势异常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应特区政府请求，中央决定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建设应急医院和方舱医院。其中，应急医院包括含10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分2期完工，每期1个月各交付500张床位。此外，应急医院还包含3间手术室和100张 ICU 病床。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香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能力。这次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的应急医院1期，总建筑面积约2.84万平方米，医院及附属配套设施箱体共有4109个，工期只花了7加30天，其中7天为临时钢栈桥施工周期。中央原港应急医院的建设工期异常紧张，而且难点重重，面临的挑战远超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为了在短时间内降低香港危重患者的死亡率，确保香港民众的生命健康和身体安全，2万多名建设者怀着以命换命的巨大决心和勇气，齐心协力排除万难，拼抢工期。深圳卫视摄制组与第一批施工人员同步进入施工现场，全程记录了建设过程。深圳卫视团队一行12人在这里已经驻扎了24天，我们亲眼见证了落马洲河套地区从一开始的土石荒原变成平整的硬化地面，出现了管道交错的架工层，又建成了一道道走廊和一间间病房，也亲眼见证了各个工区抓进度、抓质量的较劲比拼和资源紧张时的互谅互让。我听到过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来到这里不单单是为了完成项目，更是为了让香港同胞满意。在与疫情抢生命的行动中，这些排除万难的建设者们，尽管泥土沾身，依然所向披靡。3月6号清晨6时许，随着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建设配套设施临时钢栈桥完工通行，项目承建商中国建筑第一批200余名管理人员、1700余名工人通过钢栈桥抵达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项目所在地，拉开了大规模施工的序幕。与此同时，5大难题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建设团队的面前。首先是应急医院30天需要建成5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短时间内建设规模如此之大的特殊医院没有先例。其次是医院建在一个鱼塘之上，需要处理软地基，相当于在豆腐上建房子，施工难度极大。第3个难题是所有的人员、物资、设备都只能通过唯一的一座桥进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势必会影响物资进出和工程进度。第4是所有的参建人员都必须住在现场，却没时间提前搭零件，也没有酒店民居可以租用，所有参建人员只能住帐篷。类似的情况只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和大三线建设出现过。其实我们以前做工程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说法，叫3通1品。但是在这个现场，基本上进来就没有3通1品，可能就只有场地是平的，水、电、排污基本都没有。所以说这对我们的生活保障来讲是非常巨大的挑战。最后一个难题是疫情防控。施工期间，深圳及全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复，近2万人的施工现场既要不断从各地增派人手赶工期，又要严格控制人员进出，实现防疫目标。对于已经多次承担应急项目建设的中建科工来说，依然是一项巨大挑战。在极限的，可以说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500个。这个1期的医院的建设，其中还包括有32个 ICU 病房，包括3个手术室，包括这个检验科，这个放射科，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个医技的配套，应该说是非常的难的。尤其这个医院作为防治治疗新冠患者的一个负压病房的医院，所以说还有这种负压的要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了解到呢，常规情况下，一座这样规模的医院需要2年的工期，这其中还不包括上下水、电力、道路铺设等基础建设工作。但现在2年被压缩成了2个月，时间的紧张并不仅仅意味着加班加点，更带来了管理和协调上的空前挑战。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承建方中建科工第一时间在全国范围挑选精兵强将，组建最有战斗力的项目管理团队。为了打赢决战，项目部建立以4大工区牵头、5条专业线穿插、6大专班辅助的组织架构，利用制度流程将管理标准化。来到我们这里的当我们工区长的很多就是我们大区的副总，甚至是我们一些超大型项目的项目经理，所以说他们在这里都是自愿的降低自己的这个职位的角色，但实际上是承担起我们工程建设的重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令人感动。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工程进行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人还在积极的请战。公司高管身先士卒，与中建科工常年合作的施工单位也踊跃报名，主动投身援港战役。因为我来自于湖北嘛，2000年湖北的疫情，我们是经历过，香港现在对疫情肆虐，我们也是感同身受，所以我们是再辛苦也是顶着往上把进度抢起来，让这个项目尽早完工，让香港的同胞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当时接到这个任务吧，因为我们还在那个四川临时通知到啊，然后我们就挺急的，就赶紧的从那边的话出发到深圳这边。3月6号项目正式开工后，3月9号就完成了首个集成式箱体吊装，3月19号完成一期1545个集成式箱体吊装工作。在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专班统一指挥下，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密切配合，统筹大量优势资源，全力以赴支持深圳市代表中央承担援建任务，并不断加强与香港特区政府沟通对接，形成强大合力，为项目建设按期推进保驾护航。为了实现项目工程人员、物资设备以最短时间点对点进出工地和深圳，项目仅用7天时间，在深圳河上完成临时钢栈桥搭建，连通深港两地，为大规模施工提供了先决条件。3月14号，深圳全城因疫情按下慢行键，但项目所需物资的进出并未因此受阻。3月23号，一场大雨扰乱了原有的施工计划，在经过短暂的停电检修后，现场建设又全面恢复。为了保障进度，项目采用了中建科工自主研发的钢结构装配式模块化产品，运用了工厂加现场的智能化建造模式。中建科工旗下中建钢构5天实现5500余个箱体的全部吊装，绿色模块化公司9天制造完成了36个箱体模块，并于3月12号完成全部箱体发运，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肩负抗疫使命和工期命令，项目部面临恶劣的生活办公环境，秉承先生产后生活的作战理念，科学组织精心施工。项目开工以来，全体人员先后克服了场地条件不佳、零件设施缺乏等艰苦环境，住帐篷、打地铺、吃盒饭，以优先保障工友的饮食住宿为原则，克服了一道道生产生活难题。这个工期像这种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下，也真的是第一次遇到，比那边雷神山那边可能施工各方面更难，就是工期紧嘛，因为我们都是24小时在昼夜的加班加点的赶工期，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医院这一块赶紧交付给香港同胞嘛，就让疫情这一块所有人员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嘛。即使防疫条件严格，施工环境艰苦，项目依然保持高速运转。高峰期单日车流量达到2883车次，设备400多台，同场作业人员14000多名，最终实现了进场后1天完成4.3万平米的场坪，3天完成1.6万多方混凝土浇筑。